结形。你看，老师跟大家讲完静力之后，要跟大家去讲呼吸。呼吸就可以深入浅出。咱们每次练拳呀，你的这个呼吸的运动结构，它必须得跟你的静力形成相合。咱们之前讲过一个知识点，来，同学们，两个知识点回顾一下啊。第一个知识点，老师，我打拳的时候，我眼要往哪儿看？很多同学都听过老师啊，我师傅说眼随手走，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理解。正常的理解什么呢？不是眼随手走，是眼随静走。而是静随眼走，两者之间相辅相成。你看，老师啊，当你搂膝的过程当中，看啊，第一步，身法先右转，来看老师的呼吸啊，听呼吸，吸气，身法向右螺旋，两手向外展开，走到胸腔外膨，后背相合。好，二，呼气。随呼气的丹田下沉饱满，带动两手向下相合。那你说眼睛看手还是看斜前方，它膝盖的方向？来，助理过来一下啊！为什么要教大家攻防含义，教大家进入？你看，你的眼睛真的是在看手吗？不，你的眼睛在看什么？在看对方的膝盖。看到了没有？是你的眼睛进入。带着你的手在走，是你的意念跟你的眼睛形成的相合，而不是眼随手走，是眼随意走，眼随静走。我的眼睛并没有看到我自己的手，而是看在对方的身体。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好？谢谢助理啊。为什么说眼睛要往远处看，眼睛要隔着你的手往外侧去看？因为你的手要到达的地方，一定是你眼睛看到了目标点，所以是眼随静走，眼随意走。大家明白了没有？来，明白打上明白。这是我们的眼神问题，往哪看？那同时这个呼吸，你看，来吸气外膨，呼气下沉。是不是形成了一个搂膝下沉的呼气发力，对不对？卡住膝盖，来走吸气，小腹的内收，带动重心的转换，螺旋收部，带动左膝的上提。这是不是老师之前讲过的那个讲过的这个静力？只要有提腿，必须得有啥？同学们，还有最后一双啊，不要卡单，不要卡单的，没有拍的同学们抓紧时间拍啊！最后一单了。这个为什么要收要螺旋收左部？因为重心在右移的过程当中，你的吸气是小腹的内收，对不对？吸气小腹内收，螺旋收左部，做到以身体的中线螺旋带动左膝向内相合。所以第二个吸气，之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？逆腹式呼吸，呼气时丹田鼓胀，螺旋下沉；吸气时小腹内收，轻气上升，用上升的呼气啊，用上升的吸气。吸气提腿，带动你的收部，螺旋收脚。好，最后呼气外膨，转腰推掌，让小腹鼓胀饱满，带动身体前后对拉。所以同学们，你学完劲儿，呼吸不是一点就会吗？这就是老师的深入浅出。由浅入深是先教你画圆，由浅入深到深的时候是先教你静力，教完静力以后再由深入浅，做到深入浅出，直接一个呼吸教给你。呼气，吸气。所以你问老师的脚为什么那么轻？为什么落脚那么轻盈？因为老师的呼吸在身上。呼气，哎，这是不是就出来了？同学们，这是搂膝的呼吸。先吸气打开，呼气下沉，吸气轻气上升，呼气两手外膨。同学们，太极拳的手掌有两种，一种是瓦龙掌，是这样，中指领力，大指小指有微合之意，其余四指慢慢相对。第二种叫做自然掌，就是手指五指自然放松，自然伸开就行啊，自然伸开就行。当然现在有很多老师呢有自己的不同的这个风格，他觉得这个劲儿在螺旋的过程当中有擒拿，有拧转，那么他的手呢就会随着这个意念和劲儿去不停的去变换自己的掌型。比如说雕托，有的老师捏个手枪，有的老师捏个勾手，有的老师去捏什么都行，这个其实都是个人习惯，知道吧？个人习惯，但是一定不能怎么样，五指大张，除非大家觉得说老师，我感觉你打拳五指大张，因为老师的手大。来，我近距离看一下，同学们，我的手，来，助理老师来一下啊，助理老师也是老爷们儿，老师让大家看看我的手有多大啊！从小练拳，手掌的，来，对上啊，看到了吗，同学们？助理老师也是个老爷们儿。来，这样伸开来，咱俩并排。同学们，看到老师手了吗？有多大？很多人说老师啊，你的手是不是太张太开？我手太大了，
从小练太极拳，导致老师的手掌有一种过度发育的感觉，手指长，手掌宽，所以练太极拳的人一般都是手大，抓握的力量非常强，撕拉带的力量比较强，所以手就会大一些。因为老师从小练拳，你看老师的5根手指头肚都是红红的、润润的，证明老师的小气小血血。虽然手大，但是气达指尖的，看到了没有？指尖是微微发红的，小红水水在指尖的，知道了吧？对，老师的臂展也长，为什么？因为练太极拳，放松、揉动身体的螺旋带动手臂，知道了吗？同学们，手就很大，手就很大。所以同学们在练的过程当中，看到没有？手我哪怕是微微放松的自然掌，给人的感觉是啥？老师你五指大张，我五指大张就是这个样子，同学们，这叫我的五指大张。但是我放松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明白了没有？所以你觉得我手分得很开，但实际上我的感觉就是自然掌，我要张开了就成这样了，知道吧，同学们？你们看手才难受的。明白了没有啊？这是老师的这个手上。然后呢，再看老师下一部分。那么我们在练功的过程当中，你看最后的奥步，来搂膝看老师来吸气外膨打开，呼气放松下。你看自然掌，你看从那一看就好像五指大张，但实际上，来放松下落，两手相合，来重心移动，螺旋收，来收左脚。两手外托，对不对？好，形成了吸气上升，呼气下降。那么咱们下一个奥步的呼吸就简单了。来看老师不奶茶。来看老师看老师的手。你看，呼气外膨，吸气，两手下捋，同时领吸，是不是做到了逆腹式呼吸时轻气上升，小腹内收，带动左膝，螺旋上提？所以老师，你说我踢腿踢得不稳，开步开得太费劲儿。你吸气了吗？来，跟着老师一起走，来走，吸气，试试看看你的左腿踢起来轻松不轻松，放到那儿稳不稳？来，吸气，用小腹里和内收的力来带动你的左膝上提。来，老师问大家，左膝上提的过程当中，带上小腹，你的左膝稳不稳？来，稳了，给老师打上一个字儿，稳。所以总是说老师我提膝站不稳，提膝开不了步，开步也不稳。你吸气。做到轻气上升，做到小腹内收，做到逆腹式呼吸，你的腿怎么提它都稳所以同学们记住了没有？意在丹田，小腹相合，领膝上提，周身下沉，这就是我们提膝的技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看吸气结合上这个呼吸以后，来走，跟着老师的动作好，来呼气，慢慢螺旋下沉开步，丹田的放松，呼气下沉，小腹的鼓胀外膨，两手的对拉与开步，是不是你的身体从一个向上团收吸气领吸的动作，变成了呼气时丹田鼓胀带动周身外膨相合的动作？所以你的吸气跟呼气不仅仅是领吸上提，还是什么？还是身法的开与合，吸气为合，呼气为开。对不对？所以同学们，那么开吸合呼，开呼合吸，是不是就开始来回转换了？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想着那个什么开吸合呼，开呼合吸，很容易就绕里面了。大家记住，蓄力为吸，发力为呼。在我们的初学者学习起来的时候特别清楚，一点都不会搞混。你看，提吸就是蓄力，呼气就是发力。对不对？好，那慢慢再往后走，走吸气，吸气的过程当中，先进身，走重心，好，身走侧线，手走中线，呼气发力，转腰，是不是通过小腹丹田的呼气螺旋，摆左掌合右掌，形成了摆掌发力的动作？好，来，呼完气，坐胯摆脚，吸气。呼气不断，是不是一样的？右手右脚同时出，但是记住一句话，同学们，身走侧线，手走中线。来，呼吸连在一起，跟着老师一起走来，斜行，变搂膝，走，吸气，呼气，欢迎心怡姐姐下落。来，吸气。放松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
呼气，左胯摆脚走，吸气，呼气，好，出。好，同学们，提膝开步变稳了，给老师打上一个字稳。你说这由浅入深，深入浅出，你的前趟步跟搂膝，同学们学会了，给老师打上一个会。你说老师，哎，放松下落，然后再找身体去带，直管往上跳，剩下的交给腰。哟，看到了没有，同学们？所以还是那句话，你只要把太极拳练好，你跑得快，跳得高，打拳打得猛。为什么？因为腰为主宰，主宰着你的四肢百骸。腰这个位置，有丹田，有先天之本，也有后天之本。您想想，人老先老腿，腿老肾先虚。你喝多少枸杞水都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老师收徒弟，收的就是徒弟。想来跟老师练，叫师傅。